进来啦。走了？怎么连再见都不说一句？一点家教都没有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他，看我怎么教育他。十一表姐居然有这么感性的一面，仪容仪表都不在乎了。女人需要的是陪伴，而不是千言万语的安慰。十一表姐，我理解。你不会是因为这个面拉鼓的吧？那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秦明的事在难过呢。你有病吧？我因为那个没义气的人哭什么呀？他还不如这碗面呢。就是那个不讲义气的家伙，说走就走的。他这个人啊，虽然有点才华，也有点能力，但人品太差了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应该在记忆里给他画一个叉，彻底忘掉他。说实话，我也挺生气的，但就是忘不掉啊，就感觉刻在我心里头去了。哎，如果他在的话，我跟他这个组合，那岂不是天下无敌？哎，你被发来的链接。我是丽丽主播，没认出来啊？给你看，这是我烧好的炭盆，我的窗也是封好的，还有门也封上了。哎，这是直播，你们赶紧找到这女孩在哪儿，赶紧赶过去，不然很容易出事儿。快呀！好。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活着是一件很累的事情。我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他对我的看法，他也不愿意给我第二次机会。没有人能救我，可能只有我死了，才能得到真的快乐吧。快把窗户打开，后面拿走！说说这位主播的情况。弹幕里面有爆料人爆料说，直播中的这个女孩子有可能被自己的父亲性侵过。你是谁？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！这明显就是在带节奏。但这个人知道主播姓刘，就说明他们可能认识。对呀，而且这个主播他自己也回复了，说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？这反而加重了爆料人爆料的可信度，才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猜测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小马甲就是落井下石，居心不良。这个人我们在查。阿法医，现场情况如何？从自杀的角度上来说，他确实是不太专业。作秀？不，
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是氧气的50倍。烧炭自杀的痛苦是在于吸入的氧气无法与血红蛋白结合，导致无法运输到各个脏器，从而出现内窒息。临死前呢，会非常痛苦。即便死不了，严重中毒者也会因为进入高压氧舱后而形成的脑部缺氧丧失意志。所以即使死不了，也要活受罪呗。和缺氧的后遗症类似，主要是器官衰竭还有心脏损伤。不过呀，他确实是挺不专业的，但他确实也是一心求死，好在解救的比较及时。秦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过来报道的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们哪来的编制啊？你要舍不得我们，就直说，又不会笑话你。没想到是你来报道啊！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本来啊，我想等人齐了再宣布这件事情。既然你们都到了，庞然同志，立正。秦明，你也立正。鉴于我市法医中心在巨人关恶性杀人案件侦破当中的优异表现，经省厅领导批示，以我市法医中心为主体，合并周边3个县市级法医中心的工作，组成一个联合法医中心。当然了，人员和设备上都会有相应的扩充哦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有钱买新设备了。哎呀，这个经费方面嘛，那还是比较紧张的。但是省厅的领导给我透露了，有可能啊会淘汰一批旧设备来补充给我们。那也行。那他怎么回事啊？不跟你说了吗？人员会有扩充。早就说呀，可能要来一个高材生，没想到会是你呀。听说你还是主动申请的，看来我这个领导还是有个人魅力的呀。行了，那快坐下吧。说吧，为什么回来啊？人家刚报道，就问东问西的，没吃饭呢吧？来，见者有份儿，来吧。我吃过了，主任，谢谢。干嘛呀？别那么客气，都是自己人了。我来代表组织奖励你。我从来不吃蟹子。为什么不吃蟹子啊？你海鲜过敏吗？蟹子并不是蟹软，还包括蟹黄和蟹酱。蟹黄呢，其实就是母螃蟹的卵巢，还有消化腺。你看这个上面金色的小颗粒，其实就是母螃蟹的生殖器经过洗涤、晒干之后而形成的衍生品。我都这么说了，难道你不觉得难以下咽吗？不会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主任，哎，林涛，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，你小子怎么也在？哎，算了，我先讲正事儿吧。这个叫黑森林的公众号真的太恶心了，把一个女孩的自杀写得乱七八糟。那给你们看。干嘛？给我看。这黑森林太蹭热度了，这阅读量都已经上万了，你看看。关键是啊，为什么我们来背锅？我们又不是没有拼命的吵。李队啊，已经查清了这个女孩的身份。这个女孩叫刘丽丽，今年19岁。你刚才看的这则新闻已经上了咱们龙帆市的热搜第1名了，影响非常的恶劣。局里边领导都有指示了啊，让咱们重视起来。但我真的很好奇，这刘丽丽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刘丽丽身上有伤，李队说呀，她极有可能受到过暴力侵害。这样，你们2个带着刘丽丽到医院做个司法鉴定。秦明，你休息2天吧。他不行，他是我的人。哎，等等，主任，他正式归队了？对啊。那愣着干啥呀？赶紧工作去！来，走。来，主任走了啊！哎，让我们上班了。走，来，走了啊！上班啊！来，正在给您安排住处啊，你在安人家先借住一阵儿。哎呦，不错，还给我剩了2块。哎呀，我这个老婆就给我做这么脏的东西。
味道还不错。幸亏救治及时，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医生也说过了，你再躺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。你家人来接你了吗？我没让他们来，他们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？我不清楚。因钝性外力作用至颈部，双上肢软组织搓擦伤，面积为22平方厘米。丽丽，你这些已经构成轻微伤了，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弄的吗？自己摔的。那手腕上的割痕呢？小时候弄的。丽丽，你方不方便告诉我们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？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，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忙的，你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回局里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。自杀通常是比较私人化、隐蔽化的行为，可刘丽丽选择用直播自杀这样极端的形式来宣告天下，她仿佛是想要某些人或者某个人看到她的死，这带着某种警示或者报复感。他好像是在对屏幕后面的人说：“看吧，是你们害死了我。”没错，但你别忘了她身上的伤，她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。哎，如果他父亲真的存在性侵行为，那这一切全说得通啊！又乱拍脑门说话。行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刘丽丽父亲刘斌的案宗。故意伤人罪，刑期7年，看来是致他人重伤了。刘斌3年前刑满释放，今年刘丽丽19岁，也就是说，刘丽丽10岁到16岁这个成长关键期，刘斌是缺席的。有一个坐过牢的父亲，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来说，确实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。那如果这个女孩的生活再有不顺，或者是她父亲对她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话，那她确实会走向极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刘丽丽的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些伤？还有她为什么选择直播自杀？还有那个小马甲的地址，用户你有查到吗？信管部门正在查，预计明天就能锁定此人的真实身份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李队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。有。刘丽丽直播自杀，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学校领导找到我们，反映了一个情况：半年前，刘丽丽出了一件事情。刘丽丽向校医求救，她的阴道在大量的流血。从凌晨开始，2个小时，她就浸湿了7到8块卫生巾。她因为失血过多，她就出现了头晕、心悸等迹象。校医把刘丽丽送去医院，经医生查验，刘丽丽的阴道右侧壁有一块深0.5、长2厘米的撕裂。阴道撕裂，幸亏就医及时，做了手术，才控制住出血的情况。刘丽丽呢是希望校方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她的父母，校方也是觉得刘丽丽可能有所隐情，但最终校方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母亲陈平。阴道撕裂常见于性生活姿势不当或者用力过猛。校医也是这么说的。据校方了解，刘丽丽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谈恋爱，她的母亲也说刘丽丽没有男朋友，但只有刘丽丽一个人闭口不谈这件事情，而且她的情绪日渐低落。没有恋人却阴道撕裂，对此还闭口不谈，半年之后又直播自杀，她的种种行为确实很像遭受强暴后的受害者反应。还有更可疑的呢，陈平要求校方加大对他女儿的保护，阻止刘斌见到刘丽丽。他好像很担心刘斌接触到自己的女儿。妻子阻止丈夫接近女儿，我总感觉啊，这受父性侵越来越真了。校方也是这么怀疑的，所以才会联系我们嘛。
先去刘丽丽家吧。校长呢，已经把诊断书给我了。我但愿校方的猜测是错的。我也想去看看这一家三口会怎么说。金法医，这案子呢该查查，饭也该吃吃。今晚我给你做东，给你摆个接风宴啊。怪不得不吃欢送饭，原来是要吃接风宴。哎，这市里还要年名更好，干嘛非得留在我们镇上？下基层锻炼。这理由找的冠冕堂皇，倒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家乡风景秀丽。这里的风景确实是挺不错的，但我喜欢这儿是因为一个人。林涛，哎，把这车里的空调温度往下调一调，你看看把安然给热的脸都红了。好嘞。我在想案子。这个受缚案啊，如果是真的，必须要马上行动。刘丽丽她很有可能再走上绝路，对吧？必须要查清楚。来了，谁呀？你们是？刑警队林涛，溜冰队吧？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，需要您配合一下。找我啊？行，进来吧。来，请进。要不要给你们倒点水啊？不用了，您坐吧。刘丽丽现在正在医院休养，经过伤情鉴定，我们发现她身上有多处人为造成的轻微伤，所以我们判断她在出事前被人暴力对待过。哎呀，我确实是没控制好自己情绪，但是我是真不让她走，她非得自己走，你说这不找事儿吗？但她已经成年了。啊，您不觉得您的教育方式有些过激了吗？过激？现在哪个父母不是对自己孩子恨铁不成钢啊？这一切全怪他母亲陈平，孩子有今天就怪他。我应该守在家里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逃走。逃走？如果我不走，我就会被他打死了。这些年孩子，你说跟他学了些什么？一点好都没学，一提他我就生气。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呀！硝酸甘油，你有心脏病，老毛病了。您先平静一下，不着急，慢慢说。刘丽丽这个孩子吧，从小就非常聪明，我呢就觉得她是个苗子，就想把她送到清北大学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。等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啊，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孩子身上。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，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。我要把它裱起来，挂在咱们家墙上，让所有到咱们家的人都看到我和你妈这几年没白努力。我们学校啊，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。您再帮我查最后一遍。对，刘丽丽，美丽的丽。你就是再让我查6遍，也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。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了啊，您先请回吧。哎呀，结果到学校一看，谎话连篇，没一句真的。你说我这白天黑夜的开出租车攒钱，不就是为了她吗？全都是因为家里边有个败家的女人。一会儿丽丽回来，你有话跟她好好说，啊。这事儿你管不了，啊。你们怎么突然叫我回来？
清北大学我去过了。你去那儿干嘛？我不是说了不要去打扰我学习吗？你还撒谎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有还撒谎是不是？你不要动手！起来！清北大学就根本没有你这个人，你说怎么回事？我没考上清北大学，录取通知书是我伪造的，我怕你打我。那你高考中学考多少分？你现在问这个有什么用？你闭嘴！我数学考砸了，总分加起来只能上龙华市的职业技工学校。我这2年是在那读的书。丽丽啊，那个学校连个本科都不是吧？我知道，我都说了我考砸了，我不是故意，我知道错啊。我问你，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？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？别动手，我求你了！你起来！这个陈平啊，一点好事没帮，把孩子带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一个女人，赚钱养家，还带个孩子，我没什么本事，能把他好好养大已经很不容易。要不是刘冰坐牢，孩子也不会变成那样。外面那些闲言碎语，连我都受不了，孩子更是抬不起头来。好不容易等他出来了，他不但没有好好补偿我们母女，反而是对我们严加控制。他把对丽丽所有的失望都怪在我身上，没事就对我劝教相加。真的，我要是不走，早晚会被他打死的。你走的时候，考虑过你女儿吗？如果我把丽丽带走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他也会把我们追回来的。那样反而会害了丽丽。我是想，他看不见我，或许就能平静下来。可谁知道，他会做出那种事情。丽丽有男朋友吗？她敢？你是说那个搞摇滚那个是吗？大概半年前吧。丽丽学校的校医把她送到医院，医生诊断她是因为性生活不当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身体损伤。之前您知道吗？我就说吧，就不能跟这群玩，早晚要出事儿。二位警官，你们告诉我，是不是他们干的？要是他们干的，我这辈子饶不了他们。这个报告我知道，我问过丽丽，但是她什么都不肯跟我说，所以我想，网上那些评论也不是乱说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离开刘冰，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半年前，就在丽丽看病前不久，我跟她说过很多次，女儿大了，要跟女儿保持距离。可是，她说，无论丽丽多大，都是她刘冰的女儿。再到后来，那天是丽丽发烧39度多，让她上医院，这孩子不去，我拿酒精给她擦后背，给她降温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她给她洗内裤，还闻来闻去。说我闻她内衣，那是那天我给她洗衣服，我发现上面有烟味儿，我怕跟不三不四人再混在一块学坏了。您女儿都多大了？您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哎呀，那我就说一句你们两位不爱听的话了。一看你们就没当过父母，那孩子从小到大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啥没见过，他就80、90了，我不也是他爸吗？您再往后滑，看看那些评论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哦，那是有一次在车里，他穿了一个超短裙儿，我说这样不好，我指着腿说的，我怎么可能摸他腿去呢？一派胡言都是。后来丽丽爱上直播，她经常在网上分享她的兴趣爱好。我看过几次，
他展现给外人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，从来不说家里的那些糟心事儿。可就算这样，刘斌还是没有放过他。你回来了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我看看。真没事儿。看看。你们去给我接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先下了。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。爸啊，不是这样的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不是这样的。干什么呢这是？你这都是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考不上清北大学，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不是。这都是什么啊？这都是什么？爸，我错了，爸，我错了，我不敢，我错了，我敢。我告诉你啊，没有我同意，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。有必要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说的算，不愿待你可以滚。我早就受不了你了。我没求你啊，你现在就可以走啊，滚！这个家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所以您对这些指控，全都是否认的，对吗？我没啥可承认的呀。你这样，你问刘丽丽行吧？刘丽丽现在的情况不能问这么刺激的问题。二位警官，所以我把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，说的都是实话，没了，就这些。行，谢谢您配合。他就是那样，什么都是别人的错，问多了就发表打人。对丽丽也是一样，他控制她，监视她，查她的手机、电脑，禁止她跟同龄人来往。他就是一心想占有丽丽。丽丽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，什么都不跟我说。我看孩子就是受欺负了，他不敢说。孩子引到死里，那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陈女士，我需要跟你确认一下，你亲眼看见过刘斌猥亵刘丽丽吗？他做出那种事情，怎么会当着我的面？自从我离开家，就更加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这是我烧好的炭盆，还有我的窗也是封好的，门也封上了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上门询问，回来上一个。关键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但刘斌的反驳没有一句站得住脚啊。但是当事人刘丽丽什么都没承认。他敢说吗？你瞧他那受伤的样子，一看就是被吓惯的。说实话呀，他没疯已经很不错了。亲人做出这种事情，谁受得了？但我并不认为刘斌猥亵过刘丽丽。是吗？陈平说的头头是道，但他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刘斌猥亵刘丽丽。要想证实刘斌性侵过刘丽丽，我们需要实质性的证据。怎么着？刘斌在犯罪方面已经是老手了，肯定不会留下任何证据。再说了，性侵案一旦过了取证时间，再想搜寻证据，真的不容易。
你怎么看？我认为刘丽丽直播自杀是一种无力的控诉，这种事情难以启齿，但足以击溃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。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少女的人生。这个案件，不管是从伦理上还是法理上，都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恶性案件。我们一定要查到底。欢迎亲民回来，走一个。走一个。来哥，好。坐下吃吧。我坐下吃吧啊。吃什么？吃什么啊？哎，好，来来来。嗯。去啊！今天晚上接风宴的主人公可是你，你一个人怎么躲在这里吃面啊？安排的人是你，吃的最多的也是你，笑得最大声的还是你。我呢，不过就是一个符号而已。这样的接风宴其实和追悼会没什么区别，我就是一个主题而已。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太不知好歹了？谢谢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？你觉得这里的生活怎么样？你觉得这里的人怎么样？哟，聊什么呢？不能听啊！你不是都听到了？在这干嘛呢你？剥橘子。你呢？刚刚说这里人怎么样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里的人怎么样的意思呢？就是，林涛怎么样啊？李队怎么样啊？我怎么样啊？算了，我不想知道。哎，干嘛呀？你没看到他是包给我的吗？我来了才包，什么叫包给你？林涛，你有病吧？就是包给我的。放心吧，舅舅，我已经到了，入职手续也已经办好了。嗯。斗门阵，我一定来过这里，我一定会把鸡找回来的。其实你想要的答案，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。这是你们看到的答案，我想要找的是原本就在我脑子里属于我的答案。我想要问的问题，除了我自己，没人可以回答。秦明，你首先是一个法医，是要讲究证据为先，而不能被脑子里面那些胡乱的回忆影响，知道吗？有人给我寄了这个。删除键，我觉得这个删除键和我妈妈的死有很大的关系。答案呢，就在斗门镇。根据直觉。直觉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副产品，不会100%正确，所以还是证据为先。我明白，但无论我的直觉是对是错，我都想去证明。
他这个人吧，挺冷的，对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关心，冷淡却又不冷漠。他孤傲又拽的样子，往人群中一站就很特别。这是有感觉了呀？那我不知道，反正每一次我站在他旁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砰砰直跳，特别慌张。以后啊，你这种话别跟我说了，我鸡皮疙瘩掉一地。要不这样，你去问问他，对你有没有感觉？我才不问他。问就问呗，这有什么的？追求真相本来就是我的工作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兄弟，兄，有事吗？呀，我有些话必须得告诉你。你能留在我们斗门镇，我是真的高兴。你是我兄弟，这话我可是说过的。但是呢，我又特别不高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以为我是 super star， 结果你是。我以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我，结果在关注你。我不服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服。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你，让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。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不信就不信，我自己信就行。最后，欢迎你，兄弟。够了，帅。谢谢。真帅。还好没冲动，要不然就尴尬了。师傅，外卖好了。师傅，外卖好了。谢谢。你甭顾手册，有烦心事儿啊？啊，齐了没有？齐了啊，别介意啊，我这人就这样，自来熟。没事。扫码关注我微博，回头吃饭我给你打8折。得嘞。好，多少钱？20。打折了吗？打了。行，常来光顾啊。保守啊。去哪儿啊？城郊护城河附近，我给您指路。哎呦，你那地儿有点远啊。我有点急事，拜托了，我给您交点钱。行吧，加钱走。到了。是这儿吗？哎，没给钱呢，哥们儿，没给钱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点钱，至于吗，哥们儿？这样。怎么样？问了没有？没问，我不知道问了以后要怎么办。那他要说是我的话怎么办？他要说不是我，我更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可真是急死我了！你就直接问呗，那是或不是？他说完你掉头就走，你让他好好琢磨一下。
怎么了？我觉得有时候闺蜜之间的信任挺可怕的。为什么？我居然让你在这件事上帮我出主意。虽然我离过婚，但总比有些人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强吧？哎，九表姨，11表姐，干嘛？你今天黑眼圈有点重啊，怎么跟个熊猫似的？他失眠不可以吗？行，当然行。这失眠了肯定是有心事啊，跟我说说呗，说说嘛。怎么没叫我一起上班啊？我忘记了。你妈妈给你做的早餐，让我帮你带过来。谢谢。你今天匡州色素怎么这么重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看这边啊，哪那么多问题啊？我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脸还很红，呼吸急促，生病了？没有。啊，是我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发现刘斌尸体。什么？刘斌死了？